清晨的山中，一座道观刚刚敲响第一声钟。一位老道翻开案上一卷泛黄的古书，开篇只有短短16个字，却像一记钟声，敲了1000年，敲到今天还在响。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你先别急着往下听，我们把这头2句一个字一个字拆开来看。祸与福从哪里来？他说，祸福无门，灾祸也好，福气也好，这世上根本没有一道专门的门，是命运替你开的，是别人硬塞给你的。那他们从哪儿来？下一句就把答案盯死了。为人自招，统统是你自己，一念一念，一件事一件事，亲手招来的。你今天过得顺，过得苦，不是老天爷自踩子自出来的结果，而是你过去无数个选择，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回音。紧接着他又说，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你做的善事和事，会回过头来报应在你身上，就像影子跟着你的身体，你走到哪，它跟到哪，你甩也甩不掉，躲也躲不开。这部书叫《太上感应篇》，被历代奉为古今第一善书。我得先把话说在前头，它是一部劝人向善的书，不是要你去信什么鬼神，求什么福报。它真正想告诉你的，是一个朴素到近乎冷酷的道理。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做过什么样的事，最后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读完这部只有1000多字，却影响了中国人近1000年的劝善奇书，看他到底想教我们怎么把一个好人做到极处。先说说这本书的来历。《太上感应篇》全篇正文只有1000多字，短的你花几分钟就能读完。可它在中国民间流传了将近1000年，被无数人抄写、刊印、张贴在墙上，日日戳读，影响之深远远超过它的篇幅。太上这2个字指的是道教尊奉的太上老君，也就是被神格化了的老子。所以这部书是托太上老君之名，告诉世人善恶感应的道理。书名感应2字，意思就是你的善恶之行会感动天地，而天地会给你相应的回应。不过我必须老实告诉你一件事，今天学界普遍认为这部书并不是老子，也不是哪一个人亲手所写，而是宋代，大约北宋末到南宋那段时间，由道门中人急转整理，托太上老君之名写成的一部善书。所谓善书，就是民间专门用来劝人为善的通俗读物。到了南宋，这部书已经流行到家喻户晓，历代帝王士大夫都极力推崇，出资刊印，把它和文昌帝君阴骘文、关圣帝君绝世真经并称为3大善书。你可能会问，一部驼名之作为什么能流传这么久，影响这么大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它讲的道理不玄不难，每一条都朴实的像长辈的叮咛，落到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里，人人都做得到。他不跟你谈高深的大道，只一条一条的告诉你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别做。接下来我把全篇的训语归纳成6组主题，带你一条一条走过去，看这部古今第一善书到底想把我们教成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们先从它的总章讲起，也就是开篇那句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这句话的分量全在如影随形这4个字上。你想想，影子是什么？影子是这世上最甩不掉的东西，你跑得再快，它跟得上；你躲进暗处，它只是暂时藏起来，太阳一出来，它又回到你脚下。太上感应篇拿影子来比喻善恶的报应，正是要告诉你，你做过的每一件善事，每一件恶事，都不会凭空消失，它会像影子一样悄无声息地跟着你一辈子。你可能会反驳，可我明明见过好人没好报，坏人活得逍遥啊。这话听起来有理，但这本书要你看的是一个更深更耐人寻味的层面。他说的报未必是立刻飞来一笔横财或一场横祸，而更多是一种如影随形的回到你自己身上的东西。你常存善念，与人为善，久了
你的心是安的，你的人缘是好的，别人愿意亲近你，信任你，在你需要时拉你一把。你若处处算计，伤人害物，久了，你的心是慌的，你睡不安稳，身边的人一个个远你而去，等到真出了事，没有人愿意为你说一句话。这就是如影随形最真实的意思。善恶的报应最先也最深的落在哪里？不在别处，就落在你自己的心境里、人缘里，和你为自己一手经营出来的那个处境里。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这件事本身就是你最大的福报，或是最大的冲吧。为了把善恶有报这个道理讲得更具体，太上感应篇用了一个古人很容易懂的说法。他说，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，天地之间有专门掌管记录人过失的神明，这些神会依照一个人所犯过错的轻重，悄悄地消减他的涉算和福分。书里还说，连天上的北斗，人生中的三尸神，都在暗暗记着每个人的善恶功过。你先别急着说这是迷信，我们把这层神话的外衣轻轻掀开，看看它底下藏住的，其实是一个极薄素的劝喻。这世上没有真正没人看见的事。古人没有监视器，没有大数据，他们怕的是举头三尺有神明。可你仔细想想，那个真正一刻不停把你做过的每一件事都记得清清楚楚的神，其实住在哪里？住在你自己心里。你做了一件亏心事，就算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，可有一个人永远知道，就是你自己。那一份心虚，那一点不安，会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悄悄爬上来。所以这本书真正想说的是，善与恶从来就是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，没有人逼你走哪一条，是你自己选的。而选了哪一条，那条路通向的风景，最后也得你自己去承受。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。你选了善这条路，路就越走越宽，越走越亮。你选了恶那条路，就算一时走得快，那条路迟早会把你引向自己也不愿去的地方。说完了总招，我们进入第一组主题，也是这本书琢磨最多的，怎么行善。很多人一听到行善，脑子里浮现的就是捐一大笔钱，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好事。可太上感应篇告诉你的恰恰相反，他讲行善的核心只有8个字：积德累功，慈心于物。你细品这个积，这个累字，德与功不是一次性的壮举，而是要你一点一点的积，一层一层的累。就像存钱，靠的不是哪一天突然中了大奖，而是日复一日不起眼的一点一滴。今天扶老人过个马路，明天给迷路的人指条路，后天说一句鼓励的话，不说一句伤人的话。这些小到不能再小的善，本身可能毫不起眼，可一天天累积起来，就成了一个人厚实的德行。而慈心于物这4个字，把行善的范围一下子推到了极广。物指的是天地间一切的生命与存在，它要你存一颗慈爱之心，不只对人好，对身边的一花一草、一种一酒都心存善念，不忍伤害。你发现了吗？这本书教的善，从来不是让你去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而是把善揉进你每一天最平凡的言行里。真正的善人，不是偶尔轰轰烈烈做一件好事就上了新闻的人，而是把与人为善、与物为善活成了一种习惯、一种本能的人。善小而不为，恶小而为之。这本书要扭转的正是这种念头。他告诉你，别小看任何一件小善，你今天积的每一分德，都在悄悄地为你自己铺一条更厚的路。行善往哪里施力？太上感应篇给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方向，就是去帮那些最需要帮的人。书里有8个字，温暖了将近1000年。金孤恤寡，敬老怀幼。园恤孤儿，体恤寡妇，敬重老人，爱护幼小。你看这4种人，失去父母的孤儿，失去依靠的寡妇，年迈无力的老人，弱小无助的孩子，全是这世上最没有力量、最容易被忽略、被欺负的一群。
这本书不去教你怎么锦上添花，巴结那些有权有势的人，反而一遍遍地叮咛你，把你的善意留给那些最弱、最苦、最开不了口求助的人。这份心肠才是一个社会真正的温度，而他对善待他人的理解还有更深的一层。书里有一句话讲透了人与人之间最高的善意：见人之德如己之德，见人之失如己之失。看见别人有所收靠，就像自己得到了一样，替他高兴；看见别人遭遇损失，就像自己受了损失一样，为他难过。你品品这句话有多难？人这一生最难的修养之一，就是看见别人比自己好，心里能由衷地替他欢喜，而不是泛起一丝嫉妒，一点酸楚。太上感应篇却把这份人低己激，人逆己逆的同理心当成善的最高境界。他告诉你，真正的善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，也不是心里较照镜的比较，而是把别人的喜怒哀乐真真切切地当成了自己的喜怒哀乐，能对最弱的人伸出手，能为别人的好真心欢喜，这才是这本书心目中一个善人该有的模样。讲完了该做什么，太上感应篇也用很大的篇幅告诉你不该做什么。他列了长长一串不可为的恶行，从欺心害人、损公肥私到刻薄寡恩、是非颠倒，种种恶事一条条写得清清楚楚。但所有这些莫作之恶，可以浓缩成2句话，也是我最想送给你的2句：不履邪径，不欺暗室。先说不履邪径，径是小路，邪径就是那些看起来超径、走捷径，实则违背良心、不走正道的歪门邪道。这4个字告诉你，人生这条路，宁可走得慢一点、笨一点，也别去碰那些靠害人、靠欺骗、靠投机钻营得来的捷径。因为邪径看着近，尽头往往是万丈深渊。再说不欺暗室，这4个字的分量更重。暗室就是没有人看见的地方。不欺暗室的意思是，哪怕在一个人独处，没有任何人盯着你的时候，你也不做一件亏心事，不起一个坏念头。这就是中国人讲了几千年的最高修养——慎独。一个人的真正品格，从来不是看他在人前表现得多好，而是看他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。书里还劝那些曾经做过错事的人，别灰心，只要从此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一切坏事不再做，一切好事努力做，日子久了，自然能转祸为福。你看，这本书从不把人一棍子打死，他真正相信的是，一个人无论过去如何，只要从这一刻起肯走正道，肯在无人之处也守住自己的良心，他就还来得及把自己重新活成一个好人。如果说前面讲的都还是看得见的言行，那太上感应篇最深刻的地方，是他把善恶的源头一路追到了你看不见的心里。他说了一句话，我认为是全篇最了不起的洞见：夫心起于善，善虽未为，而吉神已随之。一个人的心，只要刚刚起了一个善的念头，哪怕这件善事还没真正去做，那护佑你的吉神就已经悄悄跟随上来了。反过来，书里接着说，一个人心里只要起了一个恶念，哪怕这件坏事还没做，那带来灾祸的凶神也已经跟上来了。你听出这背后的分量了吗？这本书把善恶的判定往前推到了极致，不是等你做出来才算数，而是在你动念的那一瞬间，就已经分出了善恶。为什么念头这么重要？因为一个人所有的言行都是从念头里长出来的。你心里常常存着善念、慈念、感恩的念头，这些念头日积月累，自然而然就会流露成善的言行。你整个人会变得越来越柔和，越来越招人喜欢。
可你若心里常常盘着怨念、恶念、算计人的念头，就算你嘴上不说，手上不做，那股戾气也会一点一点写进你的脸色、你的眼神、你待人接物的每一个细节里。所以这本书还特别告知，不要在背后张扬别人的短处，也不要四处炫耀自己的长处，因为那一份刻薄，那一点傲慢，全是从一个不善的念头里冒出来的。他真正想点醒你的是，修身不是修你的手脚，是修你的这颗心。守住了起心动念这第一道关，你这个人的善才真正有了根。太上感应篇的善意还推到了一个今天听来格外动人的地方。他不只要你善待人，还要你善待这天地间一切的生命。书里有6个字，我每次读到都心头一动：昆虫草木，犹不可伤。连一只小小的昆虫，一棵不起眼的草木，都不应该随意去伤害。你想想，这是1000年前的古人，在那样一个物质气发的年代说出来的话。他们竟然认为一只蚂蚁的性命，一株野草的生机都值得被郑重的对待，不忍随意去沉踏，去毁伤。这份心肠背后是一种极深的敬畏，对天地万物的敬，对一切生命的惜。书里还列了许多今天看来就是环保与惜物的训义：不要无故的砍伐树木，不要平白的填埋水井，不要为了一时痛快去焚烧山林，伤害飞禽走兽，甚至连随意糟蹋五谷粮食、沉踏天物，都被他看作是一种恶。你发现了吗？早在1000年前，这部书就在告诉中国人，人不是这天地的主宰，而是万物中的一员。你对待这个世界，对待身边每一个微小生命的方式，恰恰映照出你内心的善恶与厚薄。一个连蝼蚁草木都不忍伤害的人，他的心得有多柔软，多宽厚。这份敬天惜命的胸怀，放到今天这个时代，不但没有过时，反而越发显得珍贵。真正的善人，不是只对自己人好，而是对这天地间的一切都怀着一份温柔的敬意。说了这么多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那一个人把这些善事真正做到了，最后会得到什么？太上感应篇给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回答。他说：所谓善人，人皆敬之，天道佑之，福禄随之，众邪远之，神灵畏之。一个真正的善人，人人都敬重他，上天都护佑他，福气与好运跟随着他，种种邪遂远离他，神明都守护着他。你可能又会皱眉，又来了，这不还是在许愿，在谈回报吗？别急，我们把这层天佑神位的说法翻成现代人能懂的话，你会发现他说的全是大实话。一个处处与人为善、待人真诚厚道的人，会发生什么？人皆敬之，大家都打心底敬重他，愿意亲近他。福禄随之，好的机会、好的人脉自然会向他聚拢，因为人们都乐意和一个善良可靠的人合作深交。众邪远之，那些想占便宜、想算计人的坏人，反而会避开他，因为善良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筛子，筛掉了那些动机不纯的人。你看，所谓的天佑神位，根子上拼的从来不是什么神通法力，而是一个善人靠着日积月累的善行，为自己一手经营出来的人缘、信任和福气。一个善人最大的福报，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一笔横财，而是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被人信任、被人善待，走到哪里都受欢迎的人。这份福，谁也抢不走，因为他就是他这个人本身。把全篇所有的道理收拢到最后，太上感应篇留下了一句最朴实也最有力的话，作为对每一个读者的叮咛。他说：故及人语善、事善、行善，一日有3善，3年天必降之福。
所以，一个有福之人是这样的：他说的是善言，看的是善的一面，做的是善事。这样一天下来，至少做到了3件善：说善、看善、行善。只要这样坚持3年，上天一定会降福给他。你听，他把行善这件听起来很大的事拆解得多么具体，多么好上手。不过就是每一天管好你的一张嘴、一双眼、一双手，嘴上多说一句好话，少说一句伤人的话，眼里多看别人的好，少盯着别人的不是，手上多做一件善事，少做一件亏心事。一天3件，不多吧？难就难在那个3年，难在日复一日的坚持，难在把善从一时的冲动熬成一辈子的习惯。好，20分钟到了。今天我们从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这句总章出发部，走过了太上感应篇的善恶有报，积善累德，济物利人，诸恶莫作，口过心念，敬天惜命。你发现了吗？这部被誉为古今第1善书的奇书，通篇真正想告诉你的，其实只有一句话：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的人生最终就会还你什么样的答案。它不是要吓唬你，不是要你去求神拜佛，而是想唤醒你心里那份本来就有的善。因为一个善良的人，过的是一种更踏实、更安心、被善意环绕的人生，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福报。把好人做到极处，你的福与祸从来都握在自己手里。如果这趟善书之旅让你有收获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，我们从劝善的善书走进另一部古老的谋略奇书，与6解并陈的兵家经典三略。最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善恶窄报如影随形的警醒，慈心于物的温柔，还是不期安适的慎独，哪一句最戳中此刻的你？我们下集见。